Hello, boss. 建国，这半年度 KPI 你完成的可不太好啊！你再不加把劲儿 ，You are going to be fired. I understand. I will try my best. 好，你继续加油吧。我们继续学习杂阿含卷10第263经。居留国指居留国，古印度16大国之一，在恒河上游西岸，后来被摩羯陀国吞并。杂色木牛通常翻译为条幅伯牛。当时世尊住在居留国的条幅伯牛村落，他跟比丘们说：“我是因为知道看到这个，才断除种种烦恼；不知道不看到这个，不能断除种种烦恼。那是知道什么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这是无取运，这是无取运的极，这是无取运的灭。如果比丘不能知道教法的指导，安住练习，而一心想断除烦恼，证得解脱，要知道这位比丘终究不可能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安住练习。没有安住练习什么呢？没有练习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正道。念处、正勤这些就是37菩提道品。就像孵蛋的母鸡生了很多蛋，如果母鸡不能随时保护、调节冷暖，而一心只想让蛋里的小鸡用它的嘴和爪啄破蛋壳，安稳出生。要知道，蛋里的小鸡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力量破壳而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母鸡不能随时保护、调节冷暖，长养蛋里的小鸡。就像这样，如果比丘不能根据教法的指导安住练习，而一心想断除烦恼、证得解脱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安住练习37菩提道品。如果比丘能根据教法的指导安住练习，虽然他没有想断除烦恼、证得解脱，但是他自然而然就能断除烦恼、证得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能安住练习37菩提道品，就像孵蛋的母鸡善于孵蛋，对蛋能随时保护、调节冷暖。即使母鸡并没有想让蛋里的小鸡啄破蛋壳出来，但小鸡还是能用自己的力量破壳而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母鸡能随时保护、调节冷暖，长养蛋里的小鸡。就像这样，如果比丘能根据教法的指导安住练习，即使他不想断除烦恼、证得解脱，但自然而然会断除烦恼、证得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练习37菩提道品。就像技艺高超的工匠师傅和弟子，手里经常握着斧柄，由于经常握着，斧柄渐渐会磨损，手指的痕迹就会显现出来。可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，今天斧柄磨损了多少，明天斧柄磨损了多少，但斧柄的磨损终究会出现。就像这样，比丘能根据教法的指导安住练习，虽然他并不知道今天烦恼灭除了多少，明天烦恼又灭除了多少，但终究有烦恼完全断除的一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经常练习37菩提道品。就像大船停泊在海边，经过夏天6月的风吹日晒，藤制的绳索会逐渐腐烂断落。就像这样，比丘能根据教法的指导安住练习，一切烦恼牵缠都会逐步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经常练习37菩提道品。意思不难理解。芒格也说，打球时你想增加得分，就必须盯着球场，而不是盯着计分牌，要专注把控自己能主导的那一部分。那问题来了，37菩提道品怎么修呀？之前讲解中阿含时，讲解了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持四念处。四念处并不是盘起腿来才是，也不是只能观呼吸，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时都可以应用。还有人说观呼吸我搞不定呀，一会儿走神一会儿走神，定不住。走神很正常，发现走神了拉回来就好了。如果还不行，可以试下其他方法，观冥想、白骨、持心、洗心、行走练习。这又像健身，你不要妄想练习1-2天就能瘦下来。如果真开始运动了，你就能发现运动对身心特别有益，这是特别快乐的事情。你不一定能练出8块腹肌，但每天能让你睡得很香，
精力更加充沛。你可能中间1-2天没运动，没必要因此灰心丧气，即使1-2天没运动，只要第3天继续就好，贵在持续。四念处也一样，能让你更容易保持专注，更加平和，更加理性，更快乐，更容易进入心流。你可能不一定能进入初禅、2、3、4禅，但你会更快乐，这就好了嘛。四念处、四正勤一直到八正道，这一整套是互相包含的。四念处是4种身受心法，通常像观呼吸、正念行走，这些都是从身念处入手，然后一步步提高。在练习四念处的同时，已经是在练习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了。在圆满四念处的同时，这些也在圆满，不是分成37步，不是你练习完四念处，再练习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再练习7觉支、8正道。四念处的身受心法内涵分别是什么呢？包括观心作业、焦虑症的自救、抑郁症的自救等等的练习，不都是四念处吗？你要觉知你的烦恼，调整你的状态，这些都是日常下功夫的地方，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且不说死后会投人到什么地方，毕竟大多半人还是不太相信有后世，但至少这一生你活得更加平和，更轻松愉悦，更幸福，又有什么坏处呢？可能有人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练习这些我也知道会更加心平气和，但实际上我不甘心啊。你看隔壁老王1个月就赚了500万，凭啥我就要心平气和在这里每天练习这个？李佳琦也没干啥的，就在那里喊 Oh my god， 买它买它买它，然后钱就呼呼的往他口袋里流淌。我初中高中的傻雕同学，当年他们都是傻不拉几的，作业还抄我的，现在开了特斯拉，别墅靠海，反而我混得抬不起头。这是不是就是打球时指定的积分牌呢？自己在这些年中真的下功夫了吗？即使下功夫，也不代表你真的就能挤上金字塔的顶端，因为顶端永远只是极少数人，的确还需要其他很多条件。不少人可能到了40多岁、50多岁，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自己做的事情，或者发现自己活得不开心。有这样心态的人，全球有好多亿。他们想找到既可以体现自己生活意义和社会影响力，又可以继续赚钱的工作，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如何着手，而且对自己当前的年龄、当前的境遇很悲观。比如这些内容我已经做了2年了，就2年后的成果来看，我给自己打70分。这是我油管观众分析，35岁以上的用户占绝大多数， 88% 是男性。B 站的观众也是 80% 的男性。特别是现在国内的环境，不少中年程序员突然就失业了，就想办法寻找信仰和精神支撑。专业选手只要瞟着数据一眼，就会说，哼，就这样的体量，这样的增长速度，消费链的底层，你说这事儿在北京都养不起一只狗，那必须改进啊。前几天我在小某书上传了观呼吸和宗教史的内容，心想咱俩挤到女人堆里，把男女比例搞均衡点吧。实际数据也还好，但小某书很快就把我封号了。其实有好多平台、好多视频都不能发布，现实就是这样，接受就好了，做自己能做的事情，清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环境。问问他们祖先有用吗？他们也是自保呀。好在我一直把目标定得很低，而且保持独立性，不用求着别人，只要把自己照顾好，把家人照顾好，把观众们照顾好就好了。虽然并不容易，但相比之下，让我做超越底线的事情，拿那些钱恰饭，咬咬牙，能再加点吗？有的钱就不该是你赚的，你不可能赚尽所有钱。有些事情就不是你干的事情，即使干了，你也会很不高兴。在自己的专业上、专长上下功夫，把客户服务好，与家人、同事、伙伴们沟通好，不断深入专精，观察自己每天做什么事情能更专注、更愉悦、更有效，而且是这个社会需要的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。虽然不能保证你富甲一方，但至少能保证你衣食无忧。你好好活着，好好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，这
就是一场战斗。第264经，有比丘向世尊请问：世尊，在五蕴中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长存不变的？世尊捡起一小土块，问：你看到我手里的土块了吗？看到了，世尊。在古印度文化中，那个长存不变的永恒的事物就叫我，或者灵魂，或者 ego。 这个我和我们日常说的我肚子饿了，我想睡觉的我内涵并不一样。所以说五蕴非我，是说五蕴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。比丘，即使这小土块都找不到永恒的我，如果能找到这个我，那就是恒常不变的法。接着世尊回忆过去世的光辉岁月，很久很久以前，他长久以来积善修福，死后先投生于观音天，之后又投生为梵天，再投生为帝释，再投生为转轮圣王。什么是转轮圣王呢？一位贤明的统治者，以德行法治统治全世界，真正的众王之王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民主世界。他要有4种品德：第一，富有顶级富豪；第二，帅的掉渣；第三，健壮；第四，长寿。另外还要7宝具足：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摩尼宝、玉女宝、主战城堡、主兵城堡。这7宝干嘛的呢？轮宝是转轮圣王的信物，当皇帝遵循上法，德行配位时，轮宝会在空中显现，像突然出现了一架无人机。功能上，轮宝就像战车车轮，碾压四方，无人能打，相当于一个航母级的运输机，可以带着自己的兵团，咻，先到哪里到哪里，在那里一降落都不用打，当地王城百姓看到这超级大航母，黑科技，都跪拜臣服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尔等平身。轮宝起源于印度神话毗湿奴的武器，这武器现在还有，叫轮刃 Chakram， 锡克族战士还在使用。对，就是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使用的武器。象宝和马宝都很听话，能腾云驾雾，相当于现在的空军1号，咻，想去哪里去哪里。看来古印度人特别喜欢飞机，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布加迪和兰博基尼一样。摩尼宝就是夜明珠，古代版的照明工程，晚上拿出来，整个城市顿时如白昼。玉女宝，国王有84000妃子，还生了1000个孩子，他好我也好，请用圣宝。其中有一位最美丽最善解人意的，堪比全智贤就对了，这是玉女宝。主战城堡，国王有个非常厉害的财政部长，能看到地下哪里有宝贝，挖挖挖，负责挖矿的。换到现在就是擅长直播卖货和理财，喜欢交个朋友的巴菲特，想变现多少钱就能变现多少钱。主兵城堡，国王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国防部长，战神，哪个不服指哪打哪。巴利本也有相应的内容，但这明显是印度版的神话。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世界曾经存在过这样的转轮圣王。这可能是世尊所说，也有可能是在世尊入灭之后，部派分裂之前，传法者为了恰饭，为了传教而做的刻意神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不好验证的先不说，转轮圣王这个概念在婆罗门教、耆那教也有出现，都是自己的教主有光辉的历史，都是转轮圣王转世。至于是哪位的创意，谁抄谁的作业，这不好说。国印度也很卷，毕竟这些教派都需要百姓的供养才能存活。你翻翻历史就知道，并不存在这样的转轮圣王。不，这可以有。我们造一个。什么？来，我来写。什么？看，这是阿育王经。在阿育王时代留下的文字中，阿育王并没有自称为转轮王。这部阿育王经基本能确认是在阿育王死后才创造出来的。阿育王很英明，但实际数据和转轮圣王的指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。他连印度半岛都没有完全统一。至于84000个老婆，生1000个娃，他死后后世追封他为转轮圣王，这容易理解。只是作者创意的把创作时间做旧了几百年，
再来一个世尊受祭几百年后，将出现一位转轮圣王，名阿育王。这位阿育王如何英明神武，干掉了心怀鬼胎的哥哥，顺应民意成了皇帝，连宫廷内斗、手足相残都这样伪光正，厉害了哥。在之后还有几位自称为转轮王的皇帝，比如贵霜帝国的加尼色迦一世、弥兰陀王、隋文帝、成吉思汗、忽必烈，甚至像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这些国家的国王，一个个都自称为转轮王，反正没注册商标。你知道中国哪个朝代教法最兴盛吗？对，唐朝。玄奘大师取经回来后，尊称唐太宗和唐高宗为转轮王。李唐皇室自称出自老子，原来更追捧道家。玄奘为了得到高层更多的支持，也用尽心力。受《西游记》影响，人们把大师想象的太单纯了。大师很会说话的，也是官场老手了。从阿育王开始，大师们和王权慢慢形成分工合作，基本模式就是一佛一转轮王，大师负责讲法，转轮王负责赚钱和供养。我负责安抚洗脑花钱，你负责赚钱治国养家，双赢。武则天更直接了，这号金轮圣神皇帝还让人制作了七宝陈列在朝堂上。为了增加理论依据，武帝的男宠薛怀义造了大云经寄送，大师菩提流支也在新译的宝语经中增加了章节歌颂他。世尊说，我入灭400-500年后，东方月光天子，你将投生于东北方向的支那国，现女身，能以正法教化百姓，供养沙门。就他报武帝身份证号了，不一样的包装，同样的味道。薛怀义只是假和尚和男宠，我们暂且不论，但菩提流支可是大宗师，声望很高，大宝积经、入冷切经就是他翻译的。接着必然有熟悉的套路，御用文人开始吹捧，哟，这经上说的太准了，实在太准了。武帝还觉得不过瘾，凭什么要一佛一转轮王？老娘一个人都当喽。他自称是弥勒下凡，但反对意见实在太多了，过了半个月就取消了。神奇的是，过了几十年，有不少人还是认为武则天的确是救世主。有位哲学家说，宗教在凡夫俗子眼中是真实的，在智者眼中是错误的，在统治者眼里这是有用的。菩提流支虽然默默地改了宝语经，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是，他所翻译的那些经典大都不是世尊所说，而世尊入灭几百年后，在犍陀罗等地陆续创作的。历史充满了营销，这是门生意。我打个电话。 Hello, boss. 建国，这半年度 KPI 你完成的可不太好呀，你再不加把劲儿 ，You are going to be fired. I understand. I will try my best. 好，你继续加油吧。今天先到这里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业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都能直面现实，生活幸福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